遵规守矩，惜时修身，迈向卓越人生。在时光的长河中，人类的生命不过是短暂的一瞬，从呱呱坠地的幼儿到白发苍苍的老者，这一过程看似漫长，实则转瞬即逝。正如古人云：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。在这有二线的人生旅程中，我们应如何度过，才能让生命绽放出光彩？《弟子规》等传统经典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引，其中所倡导的生活规范与处事准则，涵盖了从日常起居到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，对于我们修身养性、实现人生价值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。珍惜时光，勤勉生活，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易至，惜此时。这简单的12个字，蕴含着深刻的惜时哲理。清晨是一天的开始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，早起的人便能感受到那蓬勃的朝气。利用这段宝贵的时光，可以进行晨读、锻炼，为新的一天注入活力。而夜晚，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后，也不应过早的沉浸于梦乡，而是可以回顾一天的经历，反思自己的言行，规划未来的方向。时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资源，每个人每天都拥有24小时。然而，如何利用这有限的时间，却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。那些珍惜时光、勤勉努力的人，往往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。司马光，这位伟大的史学家，为了撰写《资治通鉴》，他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花费了19年的时间，呕心沥血，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。正是因为他对时光的珍惜和不懈的努力，才为后人留下了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。相反，那些浪费时间、虚度光阴的人，最终只会一事无成。在回首往事时，徒留悔恨与遗憾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这句耳熟能详的诗句，便是对虚度光阴者的警示。在当今社会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，各种娱乐方式层出不穷，手机、电脑等电子产品更是让人沉迷其中。许多年轻人在虚拟的世界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，却忽略了自身的成长与进步。因此，我们更应时刻提醒自己，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让有限的时间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注重仪表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。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个人修养的外在体现，也是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。晨必冠，兼漱口，便尿回，折净手。早上起床后，先进行洗漱，刷牙漱口，保持口腔清洁，不仅能让我们精神焕发，还能预防疾病。每次大小便后及时洗手，这一简单的行为，却能有效减少细菌的传播，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。冠必正，纽必结，袜与履俱紧切，帽子要戴端正，衣服纽扣要系好，袜子和鞋子要穿得平整，鞋带要系紧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却能展现出一个人的精神风貌和对生活的态度。一个注重仪表的人，往往会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，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同时，整齐的仪容也能让我们更加自信，在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挑战时，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。置冠服，有定位，无乱顿，置于会。脱下来的帽子和衣服应当放置在固定的位置，不要随手乱丢乱放。这不仅能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整洁有序，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能力和责任感。一个生活有条理的人，在处理工作和学习中的事物时，也往往能够更加得心应
他人的不尊重也会影响自己的形象。缓接连，勿有声；宽转弯，勿触棱。进门时接帘子的动作要轻缓，尽量不发出声响，以免惊扰他人。走路转弯时与物品的边角保持较宽的距离，这样既能保护自己不被碰伤，也能避免损坏物品。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，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和素质。直虚气，如指引；入虚实，如有人。拿弓的器具要像拿长板东西的一样小心谨慎，这体现了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。进到没人的房间里，要像有人在一样，不可随意行过，这是对他人隐私的尊重，也是一种自律的表现。谨慎行事，远离不良环境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和诱惑，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，避免陷入困境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事勿忙，忙多错，勿畏难，勿轻略，做事不要急忙慌张，匆忙就容易出错。当我们面对复杂的问题时，应冷静思考，制定合理的计划，有条不紊地去解决。同时，也不要害怕困难，不要犹豫退缩，要勇敢地迎接挑战，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但也不能轻易随便和任何人事。对待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负责，力求做到最好。斗闹场绝无忌，洁癖事绝无乱，凡是容易发生争吵打斗的不良场所，是非之地，绝对不可以接近。这些地方往往充满了危险和不良影响，一旦陷入其中，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。对于邪恶怪异、荒诞不经的事情，不要好奇，不要追问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远离不良思想的侵蚀。尊重他人，和谐相处。尊重他人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。将入门问出嘴，将上堂生闭眼。将要入门之前，先问无有是非。不要冒失闯入，这是对他人隐私的尊重。将要走进厅堂时，先提高声音，要让厅堂里的人知道，避免给他人带来惊吓。人问谁，对以礼，无与我，不分明。当有人询问你是谁的时候，应当大方地说出名字，不要只说我或是我，让人无法知道到底是谁。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对他人的尊重，也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。用人物须明求，倘不问，即为偷。要借用别人的物品，必须事先向物主提出请求。如果没有征得人家的同意，那就相当于偷窃的行为。尊重他人的财产权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。只有尊重他人的财物，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。借人物，及时还，后有期。借人难，借用他人的物品用完了要立刻归还。别人借用你的东西，如果有，一定不要吝啬。诚实守信，乐于助人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也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保障。在与他人交往中，我们要做到言出必行，遵守承诺，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友谊和支持。《弟子规》中所倡导的这些生活规范与处事准则，虽然诞生于古代，但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。